各位朋友啊，这个我号称油管第一黑嘴，金口玉言啊，说谁谁完蛋，瞪谁谁怀孕，是吧？我记得我在前一阵的视频里边说过啊，我曾经看到过有这么一段啊，这个小丑的视频，我还说了，我说这就是中国典型的互联网上那些底层的反贼之一。结果呢，这家伙今天封号了。有粉丝给我发爆料，浩哥，你看，你说谁果然谁就完蛋啊！这家伙完了，这家伙是谁啊？其实呢，他就是一个翻版的东北护尘风这么个小丑，他叫什么李雪花吧，是吧之类的吧？我曾经说过啊，我说，支持俄罗斯的不一定是爱国者，但是支持乌克兰的一定是 24K 的纯反贼。这家伙的名言是全球的第一伟人是司机。他的这种认知啊，就代表着一些中国的底层小反贼的那种认知啊。中国人基数太多了啊，所以一个很小的比例，像这种反贼在中国的网络上就太多了。看来中国政府啊是意识到了啊，这些人呐，这些人就是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不能让他们在网上再这样持续胡说八道了。全球现在的第一伟人是谁？点赞率最高的一个回答，排行第一的，好几千点赞率最高的，我特别欣慰，说是泽连斯基。原因是啥？说他要是当年跑路了，这个世界就完了。你看似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大伙都明白，这就说明啥呢？咱们这个文明进步了。通过俄乌战争这4年，现在是2026年春节了，马年到了，马到成功，祝大家啊！所有人真是说是跟以前不一样了，这就是文明的进步，懂吗？你得懂是非知善恶，这个世界才会接纳你，你才会越来越好起来。如果你天天跟个流氓子玩，支持这个打打杀杀，支持那个弱肉强食的话，别人也会害怕你，你也是野蛮人，到最后受穷的还是你。从宏观来讲，这都没毛病。我说的这些，有些人可能说一根筋他看不懂，他依然在破口大骂。那么为什么泽连斯基他被称为说是第一伟人？就现在暂时，就现在这个年代，在个地球上点赞率这么高呢？确实是当年他说跑就跑了。你例如你们支持的这个叙利亚这个小巴沙尔，说跑就跑了。你例如你们支持这个哈梅内伊，说进地堡就进地堡，说一干仗就销声灭迹。你例如你们支持这个老马，说直接让人架走就直接架走，连还手余地都没有。感谢佛爷啊，感谢佛爷都没有。泽连斯基完全可以选择跑，而且泽连斯基跑的地方很多，他可以在美国，可以在英国，可以在法国，可以在德国，可以在荷兰，可以在比利时，因为欧盟的总部在那个地方，是吧？我没记错的话，但是他没有选择跑，他拿起枪，带上钢盔，穿上防弹衣，准备开搂了，直接就可以。人家喊的，我不是需要你接我的飞机，我不需要车票，我需要武器，一直打到现在。那么有的人可能说是不知道，说是泽连斯基，说是当年这个为什么说是他跑了，这个世界就完了呢？感谢继续讲这个问题。那么泽连斯基为什么说是现在最伟大？他如果要是跑了的话，就没有人对抗大俄，乌克兰就没了，那就直接回到弱肉强食的世界了。我拳头硬，我就直接可以干你，那任何国家都会效仿他，那这个世界就完了。这就是真正的野蛮，对抗野。不是，我问美国野不野蛮啊？美国比俄罗斯可野蛮多了吧？啊，像这种反贼的基本盘，你不能说美爹一点不好，他们才是真真正正的双标呢，你知道吧？他们吃的就是反贼的这碗饭。
野蛮，你就必须得有人存在，敢于对抗野蛮的，治好了全世界上的恐俄症。那欧洲这帮他妈富家这个欧公子们，这些国家一色儿都恐俄。这当时老美都有点那个，一见着大俄吵着把火就退缩，现在就都治好了。就以后咱说白了，这个野蛮啥的，你就不容易轻举妄动了，知道吧？感谢金耿姐啊，金耿姐，好嘞啊！我回关一下吧，私信发给我，微发给我啊！完了，有人会说了，那你咋不说那啥委内瑞拉那美国多野蛮呢？直接咔一下就给人家那个总统直接给绑走了，一定会有这么说。我都不犟这个事儿，像有些人山里他们连麦一整还给解释怎么回事，我都不看。你说的对，美国野蛮，特朗普野蛮，跟大地狗连当都是野蛮。你说的对，那我说大俄这边能不能支持我的说法呢？咱都别双标，行不行？行不行？我都不犟啊！你别到时候你说人家野蛮，说到大俄这嘎达你喊污了，我不对。不是你个底层反贼，小学都没上完吧？这个国际局势哪像你说的村头二寡妇炕头上那点事儿这么简单呢？你这是纯属是简单的神经反射的分析啊。那委内瑞拉朝那个美国境内打炮了吗？他把那个美国境内的美国的原住民要那个种族灭绝了吗？啊，这完全都不是一回事儿啊！大俄这野蛮，美国也野蛮，那到你说大俄了，野不野蛮就完了 ？OK 了，不。花哥1小时22分钟是怎么出来的？花哥评估的是泽连斯基跑了，钢铁洪流开入基辅，军心涣散啊！基辅用1小时22分的时间左右，直接就能拿下，是绍伊古一战封神。当时有人不知道这个货是哪儿的，这个货是个快手的啊，是个小反贼，有73万粉丝啊！大家都知道，在中国73万粉丝那是个也是个小 V 吧。花哥把过年10大禁忌排行第10的是啥呢？回去之后，老人还有家里人坐在一起，包括朋友同学聚会，千万别谈国际局势。这一点能不能做到，家人们？要不你过不好了这个年，恨你的人老多了，他们恨你不死。你就比如说你在我直播间听我这一套，你一定会支持乌克兰，但是回去盘子居多，他一定是支持俄罗斯的。你跟他讲什么侵略反侵略这些，他一定不会听的，他一定会情绪战胜一切，在那嘎达跟你一顿。他也知道他是少数在家里边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啊，这么个货。宏大叙事要怎么地，又是唇亡齿寒，俄罗斯倒了，下一个就是我们，大地为伍，大地硬汉，普京赢，一定是这些。你别跟他吵吵，你就顺着他说就行，实在不累搭理你直接走，跟他们交不交朋友没啥意思了。就这种认知，你跟他在时间长了，你自己都受穷的，你就远点，离他们远点就完事了，别谈国际局势，尤其是在家。中国的政策有问题，让这种明里暗里的反贼能在快手吃一口饭，这就是中国政府的问题。他忽悠的都是那些比他层次还低的那些穷反贼，最底层的那些对社会不满的人，那些人从嘴里边抠出2口痰来，把他喂肥了。这就是中国政府的问题，政策的问题，平台的问题。现在平台意识到了。家庭聚会，你们家的老人，爷爷呀、爸爸呀、二爷呀、大爷呀、叔叔啊、舅舅啊，这些人，他们乐意唠这些，乐意支持俄罗斯，喝酒就支持上了。这时候你跟他们犟起来，他们容易都给你断绝这个亲戚的关系。
都容易那老头脑血栓了，你直接就给气的脑梗了，一整心梗了，一整血压上来了，一整周桌子了。你可千万别给他们犟这些，记住了，和谐。过年是团圆年，他们乐意说啥说啥，千万别跟他们犟啊！这是第10点，能记住不 ？OK 了，第9点基本差不多，但是内容不一样。第9点记住了，禁忌是啥呢？别和盘盘们对话，基本盘们对话。你是属于羊胎盘啊，对吧？别人基本盘，你是羊胎盘。尤其是老盘铁盘，例如他们唠唠嗑会唠到啥呢？你带个苹果手机，他会说你为什么买苹果不买华为？你为什么不支持国产？支持国产才是爱国。或者说啥呢？咱们芯片怎么地的发展了世界第一了，咱们什么什么世界第一了，咱们什么什么遥遥领先了，唠的全是宏大叙事这些。你千万别跟他犟，转头就走就完事儿。你听花哥的啊。第9和第10基本差不多，只是内容不一样。不是，这位羊胎盘，你满嘴的不也是你从来没来过的，没有能力到过的美国的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的宏大叙事吗？怎么你说宏大叙事行，别人说宏大叙事就是基本盘是吧？啊，你跪舔的美爹的土地，你踏上过一脚吗？不一样，离他远点，就这种人赶紧离远点。他们脾气贼暴躁，你要反驳他，他生气，他恨你，知道吗 ？OK 了啊，或者说什么北棒是个好地方，或者支持哈马斯，支持胡塞啊，崇拜叶海亚，一看叶海亚啊，你大姑我就滴答啊，又怎么地，崇拜塔利班啊，就这些，赶紧就远点啊。第8很重要，千万别提事业、工作和赚钱。现在这人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你可以提一提，例如什么呢？你在外地回来了，全家在这聚会，是朋友也好，邻居也好，是亲戚也好，说你事业怎么样啊？在外面什么工作呀？唠一唠你赚多钱呢？你没法提，两头堵。你就说你赚钱了，我事业有成，在外面，我现在是哪个公司的高管，现在我进央企了，怎么地的了？你唠这些没有用，或者我开个多大买卖，我现在我月收入多些，他会嫉妒你，他会坏你的。你等会儿吧，你个小反贼，你的受众人群怎么可能进央企呢？他连个小组长也当不上啊，那政审就过不去啊！你们的事业怎么会成功呢？你们才是中国社会下层的最底层的边角料吧？李雪花，你要是不在快手上挣反贼的这点这个钱的话，你恐怕也得靠你老娘的退休金过日子。等你老娘没了以后，你也得饿死到你老娘的坟头上。你们这个受众怎么可能谈事业呢？没法谈呐。他知道一些细节，没准哪天他妈都打电话，他举报你都，他受不了，明白吗？他儿子啥的也都回来，他受不了。那么啥呢？那我苦穷行不行啊？啊，老不好了，在外太难了。你看你家整多好，他会瞧不起你的。穷酸样，哎呀，一会儿咱做主桌，好吃的走咱吃，他会这样，你就直接不提，转移话题啊，还行啊，那啥呀，那吃的啥人好？那电视一会儿演啥？咱们看那个电视啊，过年了，贺岁档有什么电影吗？你直接岔开话题。你记住花哥说的，千万别说现在这人。以前没事，以前你说你好了，人真心祝福你，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啥的，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现在这年头，我操的了，这人以前咱说白了，你苦穷，人家真帮助你呀，就咱父母那一辈儿。现在这戾气太重了，气人有笑人无，这真的老泛滥了，这种风俗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了，都已经就不提这些，好与不好自己掂吧，无所谓啊。这是排行第8的，那么排行第7的是啥呢？
很重要。同学聚会别搞破鞋。过年同学聚会多，同学聚会是搞破鞋的温床。搞破鞋2大温床是哪呢？一个是同学聚会，一个是广场舞老年人。搞破鞋的温床就同学聚会，勾搭啊，年轻时候的回忆，喝2杯酒亲上了，俩人出去开房去了。有的都鸡巴结婚了，有的都有对象，就因为过年同学聚会搞破鞋都死老人了，情杀啥的，或者人家丈夫找到了拿刀去了，都有这个邪淫，这属于说是知道吗？千万别沾，别搞破鞋。同学见同学，不再搞破鞋，就完事了。这是第7，排行第6的是啥呢？别整一桌子菜了，铺张浪费。有的那整16个，有的整18个，有的整20多个，那是干啥呀？那是啊，就是为了拍个照打个卡。你做的越多，这个菜到初1那天你吃剩菜吃的就越多，因为现在条件你能扔啊？你那不浪费吗？你肯定初1你吃剩菜呀，对不对？你就整几个，就整8个菜就完事儿了，还要啥画面？家家都有年夜饭，你吃的好，人家吃的更好，你都看不着天公一角。还有啥晒的？你就晒一个，你就不用整那么多菜，浪费。初1全吃剩的，它不这么回事吗？8个菜够，8个菜就行，干啥不够啊？看多些人呗，你家过年呢，30口人、4、5口人，就直接8个菜就够。一会儿什么菜系，听你花哥给你们娓娓道来。你要想整多的菜，一会儿我给你个菜系，18个菜，整我给你这个菜，浪费不了都。第2天直接放冰箱都行。啊，都不算剩菜 ，OK 了，好了，一会儿我再说。然后这是第6点，啊，别整一桌子菜了。初1，那是新的一年第1天，吃剩菜，我告诉你是不吉利的，一个个傻了吧唧的，知道为啥不好吗？一整不顺吗？你大年初1你就吃剩菜，原因。就这么一个啊，东北翻版的护尘风，这么个小丑啊，本来呢他不算个屁啊，不过呢看来是中国的这些有关部门呀意识到了这种小丑啊也不能让它存在了，封1个月啊。我看这也是跟那个护尘风相同的待遇吧，先封你1个月，然后呢就永远封了啊。这家伙还说心里话，我挺难过，感觉是一种释然。封禁原因问了官方，说讲世界人物志存在敏感话题，公屏节奏，敏感词汇字眼儿，可不是吗？他吸收的都是一些反贼嘛，能给他打好话吗？啊，说白了，官方逼着转型，从此说再无俄乌中东北方风云世界人物志，识时务者为俊杰，从此娱乐至上，故事为主。那些喜欢讲世界的粉丝，谢谢长久的支持陪伴，希望留下。啊，去年封了1个月，开始突飞猛进，封禁不一定是坏事，下定决心彻底转型，也是一次提升的机会。歇一天，明天小号抖音也时不时开播啊，还有小号啊，这个反贼的小号是他啊。本来吧你还能苟延残喘2天，可是浩哥在海外一说你就马上就彻底完蛋了。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